廖老师的画室在台北市的云和街13巷3号，这是师大提供给他的2层楼宿舍，廖老师拿来当画室使用。阿三悟在有幸拜见廖老师之后，老师赞许他的写生速写，听到阿三悟想进艺术系，便引导阿三悟做一些考前准备。廖老师教阿三悟水彩，并介绍他跟李石桥老师学素描，跟陈银辉老师学水墨，同时也熟背黄君璧老师的作品。第一次的大学联考，尽管成绩超过文化学院的录取标准，不过因为报名作业的失误而未能录取。廖师母看到阿三悟沮丧的样子，鼓励他要有志气，明年重来。于是隔年重考，阿三悟顺利地进入师大艺术系。阿三悟在参加第2次大专联考之前，就住进廖老师的画室做助手，没想到一住就是5年。那时候廖老师让阿三悟在画室帮忙打工，还不时会给阿三悟零用钱，让他可以无后顾之忧地画油画。毕竟当时的油画材料所费不赀，更何况对于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而言更是如此。廖老师除了在师大授课之外，并在画室开班教学，很多人来到这里上课。有时候廖老师因为有要事，常常要阿三悟代课。到后来有的学生总是疑惑地问，是廖老师在教，还是阿三悟在上课？同学们看到廖老师对阿三悟照顾有加，都在背后说阿三悟是廖老师的干儿子。从他身旁走过还会调侃地说，闪一边闪一边，5年级的来了。我很幸运的是，我有一位老师叫廖继春教授，那么在师大从1年级开始一直到毕业，那么他的画室供给我用，那么他有很多书也供给我用，所以我在那边等于是另外一所学校一样。那么他也常常给我一些零用钱，那么叫我去买颜料，那么对我精神上也好，就物质上的也很好，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鼓励。由于廖老师在日本的深造经验，所以画室里有许多他当年留日的美术教科书，以及以前所教的学生从国外寄回来的艺术相关书籍和画册。阿三悟在读大学的时代，资讯可不像现在这么的发达，有网络和 Google 大神可以帮忙。那个时候要看到这类的书籍杂志，可说是十分不容易。每晚睡在榻榻米上，被廖老师的画作和一堆国内外的画册包围着。阿三悟面对这么好的机会，喜不自胜，翻阅着琳琅满目的画册书籍，欣赏着古典和现代的美术作品。此时的阿三悟就像一块海绵，迫不及待地吸收每个得来不易的资讯。对于离家在外求学的阿三悟来说，廖老师和师母林琼仙女士就像照顾自己小孩子一样的疼惜阿三悟，让大学时代的阿三悟可以专心的日日画画学艺。这段在廖继春老师画室的日子，影响阿三悟一生至深，对于他从事艺术工作的启发和养成，更是关键的时光。之前提到阿三悟的大学重考，不由得让我想起自己在收到大学联考成绩单的那一天，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没开灯的客厅沙发上，从艳阳高照的白天坐到夜幕低垂，脑海里不断浮现的都是检讨各种失利的原因。晚上，阿三悟回到家开了灯，看到我这副模样，猜想也知道儿子没考上。结果阿三悟就只对我说，没关系，注定你明年要念国立的，早点休息吧。听到这句话的当下，我整个人如释重负。万万没想到，向来对我要求严格的父亲居然没有一句责骂。那一刻，压在我心中的大石被搬开了，整个人瞬间变得轻盈，可以睡得着觉了。第2年，在收到考试成绩单的那天下午，我坐着公车上阳明山，午后的艳阳高挂，如同1年前，只是今年的心情让我没有特别感受到它的炙热。我来到当时在白云山庄的阿三悟工作室，如同往常般，依旧静静地坐在阿三悟旁边，帮忙挤颜料，看着他画画。阿三悟一边画画一边问道：“成绩单收到了吗？结果如何？”我轻声地回答：“收到了啊，就你说要念国立的。”阿三悟舒了一口气，缓缓地说：“当你的爸爸压力真大，还真辛苦。”但我看他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点点喜悦的样子，我知道他是真的很高兴。这种隐藏式的喜悦，就像是阿三悟的父亲一样。而那一句注定你明年要念国立的鼓励，似乎像是一句双关语，也仿佛是阿三悟在对当年自己说的。